嗨，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回到了我的频道，我是 CJ。目前个人所推荐的交易所是全世界排名第3大的白点。现在只要使用我的注册连结，完成了首次储值，并且进行交易，就可以获得高达3万 U。在后面还有更多更好康的一个活动，所以大家还未使用我的连结完成注册的，请加紧脚步，赶快注册哦。本周五将在美股开盘后，也就是 Surge 呢将公布他们第2季度的财报。就在稍早，他们才刚完成了一档，也就是他们推出的第4档优先股，也就是 STRC。他们目前呢所最终募款到的金额呢是25.2亿美元，这也是创2009年以来最大量的一次 IPO 的金额。再来呢，与加密货币相关的股票，也就是 Circle 呢。稳定币所发行的一支股票呢，他们所推出的股票 IPO 的最终到了一个金额呢，也才12.1亿美元。就在今天呢 ，Microsoft 呢就以24亿美元呢再次购买了将近高达有21万颗的比特币，总共持有比特币的数量累积到了有627891万颗。而平均的一个价位呢，是落在了7万3的位置。而刚才所提到 STRC 这档股票也将在本周三呢上市于纳斯达克，发行价为90美元。而这一次购买比特币呢，竟然慢了2天。以往呢，只要是公布了预告图的隔日将会进行购买，而这一次呢，也是赶在7月31号。美股开盘后呢，将要进行 Q2 的财报以前呢，大量购买比特币，也在年初呢达成了所预定的第2季度呢以前完成了25% 的一个比特币的回报率。目前排名第2的一个 Mara 公司呢，持有的比特币的数量呢，远远被 Storage 给带后头，总共呢持有的比特币的数量只有55000多枚。今天除了 Stellar 的购买以外呢，就连英国网页设计公司，也就是 Smarter Web Company 也购买了将近有225颗的比特币。而目前呢，平均的价位呢是在118000美元一颗的比特币，而它也正式呢达到了2000颗以上的比特币的储备量。我们来看下一则新闻，也就是在今天，美国参议院 Christine Lamis提出了一个法案，就是21世纪房贷法案。因为目前呢，在美国人如果要购买房屋的话呢，就将近是每一户家庭的年收入将近7倍的一个价格，这也就造成目前的年轻人无法购买房子。而且美国还在今年第1季度对35岁以下的人进行了一个市场调查，持有自己的房子只有仅仅的 36.6%。而这也是将近1982年以来的历史的一个低点。而这个法案将会是在1个月后参议会最重要的一个3大法案之一。如果这21世纪房贷法案正式通过的话，将给年轻人带来更多买房的机会。但是如果你在2016年买房的话，是需要627颗的比特币，但是到2024年的话，只需要4.3颗的比特币。如果是你愿意买房还是买比特币？再过2天将是8月1号，也就是大家所最为关注的一个政策，那就是美国总统呢要对将近有200多个国家进行了一个对等关税政策。而这个对等关税呢，目前呢还有中国、韩国呢尚未与美国完成的一个谈判。而稍早呢，也就是在前几天的时候，有传出呢将要对中国呢进行90天的一个展延。但是呢，就在今天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呢就否认了这个消息。他说呢，最终还是要等美国总统川普的一个公布。而这个公布呢，是再次展延90天，还是呢将会提高关税来到了80到85% 呢？这就交由美国总统川普来决定哦。还有就是石油部分，
如果还有任何的一个石油国再一次提供给伊朗或者是俄罗斯的话，将会对他们进行500% 的一个二级制裁的一个关税政策。而另外呢，100% 的话呢，将是对于如果与美国不太友好的国家，像是古巴、印度、中国、俄罗斯等，都将会再征收100% 的一个关税。而这几项呢，都将会于8月1号呢开始实施。另外，关税政策将会带给美国3000亿美元的一个资金，占了将近有 GDP 1%。在去年2024年8月的时候，在加密货币圈呢造成一场轰动，也就是 Telegram 的创办人在法国被羁押了。而他被羁押的原因呢，是因为呢有相关的一些儿童性虐待，还有一些毒品交易、诈骗，还是恐怖组织等一些相关的一些犯罪呢，都在他的 Telegram 社群里面发生。而他未做好的 Telegram 的一个管理，将面临20年的一个刑期。另外呢，罚款将近有50万欧元。就在7月29号，法国法庭第3度开庭。杜罗夫本人依然是被法官逼问是否同承认以上的12项指控，也就是呢，他是一个共犯。但是杜罗夫本人呢，依然在法庭上坚决否认。这也就预示着这个案子将会有第4度、第5度、第6度的开庭。而这个案子会持续多久？是否会影响到汤币呢？再来，我们看到最后一则新闻。目前持有加密货币钱包的趴数呢，将近高达有 72%， 而且里面的金额呢，高达了有190几亿。这时候呢，各个公司呢都看到了这个商机，所以呢，就在今天呢 ，Coinbase 也提出要与三星合作，创造出了神送Pay的这个电子支付方式。而到目前呢，所服务对象呢是由美国跟加拿大用户。就跟前阵子呢 PayPal 所提出的一个加密货币的一个支付方式就不一样，他们是只有服务对象呢是只有提供给美国的一个商人，而他们看到这个商机呢，是因为目前呢使用电子钱包是非常便利，只需要呢解锁并且进行支付就可以完成的一个购买动作。这也就是说呢，未来呢电子钱包呢将会更加的便利。除了呢使用 Apple Pay、Google Pay 以外呢，还有可以使用 Crypto Pay， 所以呢，大家呢可以期待着未来呢将会在台湾开放 Crypto Pay。好，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给我订阅、按赞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重要的分享资讯哦。那我们明天见，拜。